第51章沟通的技巧。听到虚幻层叠的祈求声时，由于时差关系，克莱恩正在波特兰莫蒙特家里参加晚宴。这样一场宴会从7点半开始，一直能延续到9点半乃至10点，因为开胃菜、汤、副菜、主菜、主食、蔬菜、水果、甜点等加起来共有10几20道，男仆们会一道一道按照顺序奉上，统一撤掉和更换，绝不让餐桌凌乱，而每一道菜的间隔留给客人们聊天。绅士要主动与右手边的女性交流，总之相当麻烦，非常累人，就连哪道菜喝哪杯酒都要注意。不过味道还算不错。克莱恩趁烤制的嫩羊肉被撤换的机会，对右侧的威利斯夫人道：抱歉，我去下洗手间。他随即站起，将右手按在胸腹间，略微弯腰，向其他客人致意，然后离开餐桌，前往2楼其中一间盥洗室。进入里面，反锁住房门，克莱恩当即逆走4步，来到灰雾之上，倒吊人先生的祈祷。他希望我帮他获得奥布尼斯海怪的善意，愿意为此搜集15页罗塞尔日记，或者帮我做一件等价值的事情。他的进度不慢嘛？克莱恩坐在愚者的位置上，蔓延出灵性，触碰到了那不断膨胀和收缩的深红星辰。他考虑了几秒道：调查1338年参与科诺托海战的所有福萨克上校，作为历史方面的专家，从那位审讯者的灵体处知道他死于1338年的大海，死于福萨克人手里后，克莱恩当场就已经弄清楚对应的是哪场海战。1338年整年，鲁恩与福萨克关系紧张，时有摩擦，但出现校级军官死亡的战争只有一场，那就是爆发于东拜朗科诺托的海战。而一支福萨克舰队里，上校的数量肯定不会太多。黑幽深沉的海水中，阿尔杰威尔逊看见了无边无际的灰白雾气，听到了愚者先生的回应：调查1338年福萨克帝国参与科诺托海战的所有上校。愚者先生关注这种小人物做什么？这里面涉及巨大的隐秘。阿尔杰心中一动，不再犹豫，直接答应了下来。您的意愿就是我的意志，这样一个任务对他来说有难度，很复杂，但不算危险，是他现在能承受的类型。回应之后，阿尔杰又一次听见了愚者先生低沉的声音：你可以返回目标附近了，这就解决了。不愧是愚者先生。拿到权柄后，他比卡维图瓦更像一位海神，威能不再局限于罗斯德群岛。阿尔杰一阵欣喜，郑重道谢，然后腰背一折，双脚一展，转而往下，重新身前。也就几分钟的样子，他返回了那座海底火山旁边，看见那巨大的黑黝黝的洞窟周围水流混乱，触手张扬，还未平静下来。阿尔杰虽然相信愚者先生足够强大，足够恐怖，是一位正在复苏的古神，但看到这一幕后，还是本能的谨慎了下来，小心翼翼的靠拢过去。他初步怀疑奥布尼斯挥舞的无数触手是在欢迎自己，而这个时候，灰雾之上拿着海神权杖的克莱恩微微皱起了眉头，拒绝和海神沟通，甚至厌恶这种感觉，不愿意亲近。他有些牙疼般的低语道：他刚才借助祈祷者对周围海域的影响失败了，不知因为什么，奥布尼斯海怪对海洋生物亲近这种非凡能力有强烈的抗拒。透过祈祷画面里激烈抽动的粗大触手，克莱恩隐约感觉到了目标的愤怒，他想撕碎任何敢于靠近他的生灵。倒吊人先生过去了，过去了。克莱恩嘴角动了一下，决定换一种方式。他将海神权杖举高了一点，让上面的青蓝色宝石相继亮起，发出明亮又耀眼的光芒。紧接着，他把闪电风暴的暴虐气息传递了出去，施加于奥布尼斯海怪身上。那搅混了海底的一根根粗大触手突然凝固，旋即往下掉落，紧紧地贴附于地面。黑黝黝的山洞内，数不清的绿色光点随之呈现了出来。让人牙酸的咕噜声里，能吞掉一艘帆船的恐怖怪物爬了出来。它布满花纹的黑色身体庞大而扭曲，长了足足3个脑袋，每个脑袋之上都有10几只眼睛，每只都能自行发出绿色的光芒。这怪物随即匍匐了下来，乖巧的就像是家养的猎犬。果然，沟通是需要技巧的。克莱恩满意地点了下头，再次使用海洋生物亲近这种非凡能力，依靠精神方面的交流，让奥布尼斯海怪的3个脑袋同时张开了嘴巴，这让阿尔杰眼前一下多出了3个幽深的洞窟，每一个都能供帆船通过。赞美愚者先生。阿尔杰仰望着眼前的恢宏画面，忍不住在心里自语了一句。他没有浪费时间，挑选了中间那个脑袋，快速游了进去。
阿尔杰的视线内迅速出现了一道盘旋曲折的隧道，墙壁由血肉组成，宽敞程度堪比幽兰复仇者号的前甲板。咕噜，水流内涌，沿着隧道进入了深处。阿尔杰忙抓住机会，投身于内。豁然之间，他就像回到了刚成为水手那会，在与波浪的战斗里被抛得头晕目眩，难以维持。等到阿尔杰使用非凡能力，终于稳住了身形，他已离开那血肉隧道，处于一片漆黑无光的空旷世界里，脚下有粘稠的感觉，四周传来了浓烈的腥味。仅仅1秒后，阿尔杰就发现这里的液体在腐蚀自己，忙在身边弄出了一层水膜，让它膨胀变大，化作透明的圆球。他知道自己已经进入奥布尼斯的肚子里，毫不犹豫取出了随身携带的早就准备好的瓶瓶罐罐，开始调配魔药。一份份辅助材料相继被丢入宽口金属瓶内，自我搅和成了深蓝色的液体，然后一个包裹着蔚蓝海水般的透明水母被阿尔杰小心地放了进去。悠远飘荡的歌声抖得激烈，旋即又平静了下来。宽口金属瓶内的液体再没有一丝涟漪和一个泡沫，深沉的仿佛风暴来临前的海洋。阿尔杰平复了下心情，做了次冥想，接着才拿起那金属瓶，咕噜喝掉了里面的海洋歌者魔药。冰冷中带着麻痹感觉的液体划过他的食道，进入他的胃袋，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瞬间扩散到了他的每一个细胞内。这一刻，阿尔杰隐约听到了无数声音，他们来自整片海域的所有生灵，但被奥布尼斯海怪的身体阻挡下不少，只剩相对模糊的一些。扑通扑通扑通，阿尔杰只觉自己的心脏在剧烈跳动，往外喷薄出血液、灵性和音波，改造着自己的声带与魂体。他难以遏制地张开了嘴巴，发出一声巨大的叹息。叹息声里，阿尔杰只觉自己的灵体被撕裂了少许，随着音波往外扩散，它们先是于皮肤上化成斑驳的鳞片，接着拉扯出长长的肉条，让这些演变为挥舞的触手。音波带着灵体碎片继续往外，接触到了奥布尼斯海怪肚子内的粘液，奇异地反弹了回来，重新灌入阿尔杰的身体。阿尔杰接近失控的状态一下得到好转，忙抓住机会，不怕尴尬的引吭高歌，想将体内能撑爆自己的无形音波全部宣泄出去。粗犷、杂乱，不在调上，充满重金属质感的歌声一圈圈往外，夹杂着诸多灵体碎片，然后又全都被奥布尼斯海怪肚中的粘稠液体弹了回去。这样的过程里，阿尔杰就如同音波熔炉内的材料，被一点点打磨成型。终于，他找回了对自己身体的全部控制权，初步收敛住了汹涌外散的灵性。总算，阿尔杰闭了下眼睛，脸上出现了难以遏制的笑容。他完成了这么多年来的初步目标，晋升为海洋歌者，多了对闪电的浅层次掌控，更好、更全面、更长久的水下活动天赋，以及用歌声影响目标的能力。后面这种能力因为每个人自身特质的不同，有好几个方向，一种是用美妙的歌声干扰敌人的灵体，让他出现恍惚失神等状态，或者提高自身的爆发力；一种是模拟雷鸣，使人受到震慑；一种是靠杂乱难听的歌声让敌人烦躁，失去理智。阿尔杰审视了下自己的状态，表情略有点古怪。他很快摆脱了这方面的思绪，拿上自己的物品，逆流游到了奥布尼斯海怪的口中，轻敲了下对方早已合拢的嘴巴。那嘴巴缓缓张开，突然吼叫，将口中的所有事物全部喷了出去。阿尔杰瞬间就仿佛来到了半空，险些与一条鲨鱼撞在一起。一番忙乱后，他浮出了水面，游向幽兰复仇者号所在的地方。等到那艘幽灵船的身影映入他的眼睛，他才真正松了口气。阿尔杰之前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去晋升时，幽兰复仇者号突然出现异常。虽然1-2个小时问题不大，但世界上总是充满意外。得到倒吊人先生再次感谢的克莱恩回到现实世界，洗手擦干，离开盥洗室，走向了餐厅。食物香味再次钻入他鼻子时，他缓慢吸了口气，含笑回到自己的位置旁，一边致意，一边坐了下去。此时，宴会已进入甜品阶段。看来在盥洗室待得有点久，希望今天之后不要有道恩唐泰斯便秘的风评。克莱恩无声自语了2句，微笑对右边的威利斯夫人道：年轻的时候，我在南大陆吃过很多奇怪的食物，其中有一种叫特尼特树莓，它的味道很像淡奶油，如同现在甜品上那些。他委婉地解释了下这么迟回来的原因。
那就是年轻时把肠胃弄脆弱了。第52章风评被害。威利斯夫人看了眼道恩·唐泰斯的脸庞，一点也不介意的笑道：“你的过去，你在迪西海湾或南大陆的那些经历，比我看过的所有小说都要精彩，让人也想有同样的体验。当然，这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感谢安德森·胡德，一位总是到处乱跑的猎人。”克莱恩一边将目光投向奶油小蛋糕，一边低笑道：“因为我只说出了有趣的部分，这里面还有很多我不想回忆起来的事情。”他简单点了一句，就开始享用甜品。可威利斯夫人等女士听到这番话语后，却莫名想起了一本畅销小说的名字，《一个有故事的男人》。在他们的眼里，道恩·唐泰斯就是这样，表面如同澄净的湖泊，实际却看不到底部，藏着很多的惊喜，也埋着不少的痛苦。9点40分，晚宴结束，一部分先生和女士结伴去了纸牌室。准备完2小时的德州，剩下的几位男性走向起居室，打算闲聊一阵。这并不排斥小姐夫人加入，但因为抽烟者多且难免会出现有颜色的话题，所以并无女士参与。他们或下至1楼，围在钢琴旁，边听主动表演者弹奏，边轻声歌唱，或2、3人结伴下棋玩乐。克莱恩选择的是去2楼起居室，人数较少的私下聊天有助于他尽早被这个圈子接纳。进入房间，他观察了下环境，直奔窗户旁边，将它打开，然后就近拉了把高背椅坐下。克莱恩刚完成这一系列的动作，就看见今天晚宴的主人波特兰·莫蒙特拿着烟斗，哈哈笑道：“男人总是需要一点自己的空间。”他是一位声音洪亮、身材高大、脸庞红润的老者，60岁左右的样子，头发还算浓密，但已经全白，五官长相是非常典型的鲁恩普通人，没什么特点。是的，女士们在的时候必须顾及形象，考虑他们的感受。我在1个小时前就想亲吻他了。海柔尔的父亲马赫特议员跟着取出了一个外形华丽的银色金属盒，从里面捻了根卷烟出来。其他来到起居室的男士同样如此，手里变魔术般多了烟斗或香烟。火光闪烁间，一缕缕烟气缭绕而出，让房间内有种昨日的雾霾还未消散的感觉。闭目享受了几秒，波特兰·莫蒙特侧头望向窗户旁的客人道：“道恩，你不抽烟吗？”克莱恩握起拳头，抵住嘴巴，轻咳了2声道：“我还未痊愈，医生叮嘱我最近不要抽烟。”坦白的讲，他现在就快要被呛到了。还好他刚才机智的挑选了窗户旁的位置。这群大烟枪！克莱恩屈起右手食指，在鼻孔前摩擦了一下。他很想用魔术师的非凡能力，制造无形的看不见的空气细管，往外延伸出去，引来新鲜空气，摆脱2手烟的危害。但考虑到在场众位男士里也许隐藏着非凡者，又理智的放弃了这个想法。波特兰·莫蒙特闻言，哈哈一笑道：“我听埃莱克特拉主教讲，道恩，你生病不是没有原因的，你缺少一位妻子啊。”这位郑教授本人是蒸汽与机械之神的信徒，但他的夫人信仰着黑夜女神，所以安家在了圣塞摩尔教堂附近的伯克伦德街，时常有各位主教上门拜访与交流。这是调侃我生病还在想女人吗？真的看不出来，埃莱克特拉主教竟然是个喜欢传流言的男人，都是魔镜阿罗德斯的错。克莱恩腹诽了几句，摇头笑道：“我对婚姻很尊重，如果没有合适的目标，宁愿单身。”这个时候，贝克兰德市政厅高级雇员威利斯先生吐出烟圈道：“其实我很羡慕道恩现在的单身状态，这意味着我能追求任何类型的女士。”他故意在任何类型上用了重音，让起居室内众人齐齐发出了暧昧的笑声。道恩·唐泰斯喜好广泛，对任何类型的有魅力女性都不抗拒的事情已经传遍这片街区了吗？克莱恩控制住右手，没有下意识的揉弄额角，只觉自己有深度、有气质、有长相、有谈吐的新来富翁形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最先怀疑是埃莱克特拉主教这个大嘴巴说出去的，接着又感觉是自己管家瓦尔特主动让仆人们传播的。因为一位没什么缺点、极富魅力的男士总是会被圈子内其他同性不自觉的排斥，可当他有了瑕疵，有了被调侃的话题后，就容易让人感觉亲近了。对于这带点颜色的调侃，克莱恩没有恼怒，相当有风度的故意苦笑道：“所以才会选择困难，单身到现在。”哈哈，波特兰·莫蒙特等人同时笑了出声。马赫特议员随即说道：“你需要的是一点做决断的能力，一个好的婚姻，一个好的家庭，对男人的帮助是极大的。”他不再打趣，认真规劝了一句：“看来无论在哪个世界，
都逃脱不了被催婚的命运啊。克莱恩轻轻颔首，随意扫了眼窗户，欣赏波特兰莫蒙特家的花园夜景。这时，他看见了一道人影，身穿墨绿色长裙的海柔尔·马赫特正沿着小路，独自一人走入花园深处，时而停顿，左右张望，似乎在寻觅什么。这位小姐刚才不是在弹钢琴吗？怎么忽然到花园里去了？克莱恩收回目光的时候，海柔尔的背影已经被一丛花朵给遮掩住了。客人参加晚宴，舞会时离开大厅，进入花园，不是什么失礼的行为，因为月下漫步，吹吹带着花香的夜风，是一件很有格调的事情。不过，这往往也意味着幽会。海柔尔和谁幽会？不像，今天来的人里面没谁能让他真正的平视一眼。虽然之前在下水道里受到的惊吓使他看起来不再那么高傲，甚至偶尔会显得沉郁，但内心深处似乎还是瞧不上普通人。处理神奇物品的负面影响，这不合理。找个休息室或去盥洗室都比到花园强，会更加隐蔽。而且他家舞会时，他也是去的3楼，而非花园。克莱恩排除掉种种不可能，心中初步有了个猜测。从海柔尔在感应或寻找什么的姿态看，他似乎发现了点异常，准备去近距离观察和处理。这也就意味着波特兰莫蒙特教授家里有超自然情况。如果是真的，这位教授或者他家里某位不简单啊。圣塞摩尔教堂的各位主教时常会来拜访，都没发现什么。偷盗者在某些方面的感应和观察能力肯定有独到之处。克莱恩没有插手外面事情的想法，因为能被海柔尔察觉的问题不会太危险，而且这里离圣塞摩尔教堂很近，真有什么隐秘，也不会有人想闹大，会非常克制。此时，起居室内的马赫特议员从上一个低俗笑话带来的影响里挣脱了出来，望向波特兰莫蒙特道：“听说你要离开贝克兰德大学了。”波特兰莫蒙特教授吸了口烟斗道：“是啊，高等教育委员会希望我去担任新组建的贝克兰德技术大学的校长。呵呵，虽然我的大部分财富是靠那些合金带来的，但我最擅长的领域是机械工程。他们承诺在那里建立更好的实验室，给更多的经费。哈，到了我这个年纪，更多的自主权，更好的帮手确实更加重要。”威利斯先生附和笑道。而贝克兰德大学会多一个正教授的空缺，那些等了10几年、几十年的资深副教授们终于又有机会了。在鲁恩高等教育体系里，正教授不仅是职称，还是职务，相当于系主任，所以只能有一个。贝克兰德技术大学，克莱恩含笑听着，不在不了解的话题上随意发言。花园内，海柔尔来到了一个阴森无人的角落，他刚才发现地上的蚂蚁等生物有不正常的汇聚，灵感里也觉得这边藏着什么事物。这是他本身序列带来的天赋，之前从未有过失误。他可以直接从几个密封盒子里挑选出藏着贵重物品的那个，不需要额外的辅助。当然，他无法分辨具体是什么，只知道相比其他而言，肯定更珍贵。就像道恩·唐泰斯先生身上必然有非常贵重的物品。海柔尔微勾嘴角，将注意力投向了前方看起来有点松软的泥土。他感应到下方不少灵性在汇聚，制造出了对重置和阴魂的吸引力。不是人体，一些使用过的有灵性的材料，它们本该分开丢弃，结果埋在一起，产生了不必要的变化。海柔尔的眼眸变黑了一点，从没有掩饰的灵性特点和变化里解读出了泥土下方的情况。他下巴微抬，回头望了眼小楼，认为波特兰莫蒙特家至少有一位超自然能力者，而如果不处理花园角落的这个问题，再过上几天，这里和附近几栋房屋都会闹鬼。海柔尔收回视线，伸出左手，对准前方泥土，轻轻一握，扭动了腕部，那里汇聚的灵性陡然消失，似乎被人给偷走了。第53章特丽斯的发现。伯克伦德街100号，波特兰莫蒙特家花园角落。许多往此处汇聚的蚂蚁和小虫开始散去，阴森寒冷的感觉越来越弱。这里的那位超自然能力者应该没什么经验。海柔尔见已经达到效果，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旋即轻巧转过身体，沿着小径逛起了花园。他没急着返回屋内，独自一人享受起绯红的月光、清冷的空气和隐约可闻的花香。过了许久，海柔尔才放弃散步，离开花园，进入了1楼大厅。此时，除去在玩德州的那些宾客，已有不少先生和女士告辞。海柔尔刚找到母亲莉亚娜夫人，
就看见爸爸马赫特议员和几位男士一起从2楼边聊天边下来，表情很是愉快。准备回家了吗？你明天上午还要去拜访一位很重要的客人。莉亚娜一边示意女儿靠拢过来，一边向丈夫走去，微笑询问。马赫特议员点了下头道：如果不是为了这件事情，我想我会再品尝一根波特兰的雪茄。莉亚娜的目光扫过旁边的威利斯、道恩、唐泰斯等人，随口问道：你们在聊什么？话题似乎很有意思。马赫特侧了下身体，笑着说道：道恩说他在南大陆的时候有遇到过鬼魂，他和同伴夜里忽然醒来，想睁开眼睛却办不到，身上沉甸甸的，像是压了一个人。他们用了很大的力气，终于摆脱了这种状态，离开了睡床，却发现房间里非常寒冷。你们或许不知道，东西拜朗的天气大部分时候都很炎热。然后道恩和同伴各自拿着支双管猎枪，守了一夜，太阳刚刚升起，就慌忙离开了那座小镇。听完之后，莉亚娜夫人饶有兴致地看向道恩唐泰斯的脸庞。这是真的吗？真的有鬼魂存在吗？克莱恩笑着摇头道：我不能确定，也许是我和我那位同伴刚经历了一场冒险，精神状态不够稳定，身体情况也欠佳，于是出现了种种问题。他讲述的故事其实来源于安德森的一次经历。这位迷雾海最强猎人探索原始丛林内的神庙时，成功遇上了一个幽灵，上演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夜跑。鬼魂。海柔尔侧头望了眼花园方向，嘴角微微勾起，又迅速收敛。他什么也没说，安静的听着父母与周围的熟人告别，与他们一起返回了自己家里。深夜，换上睡裙的海柔尔走至阳台上，立于窗帘缝隙后，眺望起伯克伦德街那个下水道入口。看着看着，他的脸色逐渐发白，似乎又回忆起了那充满痛苦和恐惧的体验。他强迫自己收回目光，做了2次深呼吸，然后转过身体走向床边。这个过程里，他轻咬了下嘴唇，无声自语道：那应该是一个怨魂，肯定是。我需要太阳领域的符咒或者物品。海柔尔眺望下水道入口的时候，克莱恩也在打量那里。这么多天过去，不知道特丽斯这个魔女恢复的怎么样了，有没有离开？还好海柔尔被我吓到，这段时间都没敢靠近下水道入口。克莱恩的目光扫过那一根根铁黑色的煤气路灯杆，幅度很小地点了下头。他旋即开启铁质卷烟盒，让自己的怨魂密偶浮现于全身境内。他已经决定派塞尼奥尔去下水道内检查一遍，确认特丽斯的状态，免得那位魔女弄出什么不好的事情。而且那处下水道距道恩唐泰斯这个身份太近，克莱恩并不希望特丽斯长期待在附近，只愿他早点伤愈，展开行动，远离伯克伦德街。血之上将塞尼奥尔隔一段时间出现一次，符合我之前做的人物设定，那就是不住在周围。因这里的下水道藏着秘密，经常飘荡过来寻找。克莱恩一边想着，一边让戴陈旧三角帽的密偶借助镜面跳跃至街道旁边的煤气路灯表层，然后以怨魂化的姿态穿透井盖，快速靠近特丽斯藏身的隐蔽岔路。还未走至尽头，拥有夜视能力的怨魂塞尼奥尔就看见那里已空无一人，已经伤愈离开了。克莱恩若有所思的让密偶继续向前，停在了特丽斯之前靠坐的区域。他发现这里被弄得很干净，不仅地面不再有泥泞湿漉的感觉，就连墙上和角落里的苔藓也已不见，食物碎渣也没有。那家伙变成女人后成了洁癖，不可能，他原本就是。克莱恩借助怨魂塞尼奥尔的视觉审视了周围环境一遍，判断特丽斯要么还没走，要么刚走不超过1天，否则这里没法保持这么干净。他刚闪过这个念头，轻微的脚步声就传入了怨魂的耳朵里。塞尼奥尔在他操纵下回身走向外面，不出意外的看见了身穿暗淡黑裙的特丽斯。这位魔女黑发柔滑披落，不像同年龄段其他少女那样有着各种发型，简单素净，配合上那恢复了血色却依旧白皙的脸庞，这一刻特丽斯就像一朵静静盛放于黑夜里的梦幻之花。不愧是魔女，还好我隔了一层密偶，否则都会有点失态的注视她。呵呵，死人是不会受到诱惑的，魔女魅力再大也没法让王者变成活尸钻出坟墓。克莱恩腹诽了几句，对看似茫然实则暗藏戒备，释放出了无形丝线的特丽斯道：你去了哪里？特丽斯挑了下眉毛道：难道你喜欢在睡觉的地方解决个人卫生问题？
我以为魔女是不需要去盥洗室的。克莱恩自嘲了一句，让怨魂塞尼奥尔呵呵笑道：“你是指撒尿拉屎？”他故意让密欧这么说，是为了贴近血之上将粗鲁海盗的人设。特丽斯不太明显的皱了下秀气的眉头道：“难道还有其他？”怨魂塞尼奥尔没继续这个话题，转而说道：“你看起来恢复的不错。”特丽斯浅淡一笑道：“还不错，明天我就会离开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略显细长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坦白的讲，有的时候我很怀疑你是不是真的血之上将。当然是真的。你应该问死的还是活的？克莱恩饶有兴致的让密友塞尼奥尔道。为什么这么说？特丽斯的眸光扫过怨魂的脸庞道。据说血之上将是个放纵欲望的人，对美丽的女性和男性都没有抵抗能力。而你面对我的时候，我看不到一点欲望的火花。我以为真正的血之上将会在上次达成合作协议时附加一个强迫我的条款。克莱恩斟酌了2秒，让怨魂塞尼奥尔自嘲一笑道：“我害怕沉迷于欢愉，被你控制。”特丽斯的表情顿时变了一下，这确实是他主动提及这个话题的原因之一。对掌控欢愉的魔女们来说，习惯放纵欲望的非凡者是天然的猎物。克莱恩主动略过这个话题，让密友说道：“你明天就要去寻找目标了。很显然，那位宫廷侍卫长肯定认识你，清楚你的样子，毕竟你是他们安排在埃德萨克王子身边的。”克莱恩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特丽斯埋下脑袋，看着自己的脚尖，低笑了一声道：“你可以放心，我有完善的计划。”说着说着，他侧过身体，状似随意的指着下水道深处道：“从这里出发，第6个往左拐的岔路尽头有隐秘的通道，并且存在人类长期活动的痕迹。呵呵，我这几天闲逛发现的。我想，这与上次那位女孩有关吧，也是你到这里来的目的。”隐秘通道？克莱恩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让怨魂塞尼奥尔笑道：“你有发现什么吗？”特丽斯摇了摇头：“什么也没有，或许得特定途径，或者有特定物品的人才能找到线索，偷盗者的直觉，或者海柔尔身上那件物品。”克莱恩没让塞尼奥尔继续这个话题，以手按胸，微笑行了一礼道：“既然你已经痊愈，那我就可以放心了。”他话音刚落，整个人忽然消失不见。特丽斯凝眸看着，没有任何收获，直至自身发散出去的无形丝线远端被微风刮了一下，才收回视线，确定血之上将真的离开了。此时，克莱恩已操纵怨魂回到下水道入口，没试图探索特丽斯说的那个地方。他这么选择的主要原因有3个：一是已超过100米范围；二是他怀疑自己很可能也发现不了什么，毕竟他不是偷盗者途径的，也没有相应的物品；三是特丽斯还在。周日上午，睡到自然醒的福尔斯起床洗漱完毕，叼了片烤过的吐司，开门从信报箱里取出了一堆东西。他边往放着咖啡的茶几走去，边随意的翻着手中的事物，发现了一封期待了好几天的回信。丢下报纸、账单和其他书信，福尔斯拆开了手中那封。老师已经到贝克兰德了。福尔斯快速浏览了一遍，惊讶的低语出声。与此同时，他看见嘴里叼着的吐司直直落向了地面。第54章报假账。乔伍德区希望路22号帽子戏法旅店。前台负责接待的侍者正想喝一口水，却看见门口进来了位女士。这女士1.65米的样子，穿着有荷叶边的浅色长裙，鹤发微卷披下，鼻梁上架着一副采用了有色玻璃的眼镜，给人一种刚从迪西海湾回来的休闲感觉。她手里提着一个深棕色的皮质行李箱，步伐不快不慢地走向了前台。气质很出众的女士，这身打扮真不错，真想看看她摘下有色眼镜的样子。身为一名女性，前台侍者习惯性的先打量了对方的衣着和饰品。他旋即听见那位女士用带着点慵懒韵味的嗓音道：“住一晚，单人房2苏勒8。”便是侍者先报出了今天的房价，接着才询问道：“您有身份证明文件吗？”对于登记身份这个程序，他并不热衷，因为旅馆本身完全无法确认证明文件的真假。有那位女士放下深棕色的行李箱，从拿着的手提袋内取出了一叠身份证明文件，递给了对方。玛格丽特·泰勒。侍者一边低语一边做着登记，然后找出一串钥匙道：“2012号房间，谢谢。”对面打扮时髦的女士接过钥匙，提起深棕色的行李箱，往楼梯口行去。这时，一位穿红马甲的侍者靠拢过来，鞠躬行礼道：“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他的视线随即落在了对方提着的深棕色行李箱上。那位女士嘴唇勾勒出笑的弧度，摇了摇头道：“不用。”她很轻。说完之后，她没有停留，沿着一层层楼梯往上，进入了2012号房间。等关好房门，放下行李箱，她突然抬起右手，按住胸口，长长的舒了口气。怎么感觉自己像是变态杀人犯？他正是伪装过后的福尔斯，他的那个行李箱内什么都没有，只装了一个被报纸裹住的 X 先生脑袋。刚才那2位侍者肯定想不到，一位时髦女郎提着的行李箱内没有衣物，没有护肤品，没有化妆品，只有一个裂得快变成碎片的满是血污的死人脑袋。要是被发现，整个旅馆的人都会被吓到。这就是侦探小说的素材啊！福尔斯平复了下紧张的心情，重新提起行李箱，拉开了房门。他观察了下走廊，见无人来往，忙快步出去，走至2016号房间前，屈指敲响了木门。他的老师多里安·格雷亚伯拉罕就住在这上次使用过的房间内。察觉到猫眼处有视线打量自己后，福尔斯听见了把手拧动、锁芯运转的声音。多里安·格雷穿着黑色的正装，肩膀很是宽阔，他警惕地向左右扫了一眼，让开位置，示意学生可以进来。没被人注意吧？接着他关上房门，谨慎问道。福尔斯放下行李箱，取掉遮住了小半张脸孔的有色眼镜道：“没有，我用的是假身份，作为混迹于贝克兰德的底层经验还算丰富的非凡者，几套假身份证明文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他还有这方面的专家修帮忙。唯一的问题在于，假的始终是假的，经不起警察部门的对比检查。不过福尔斯听说有些渠道能弄到真的身份证明，也就是说，那是在警察部门内有备案和登记的身份证明文件，而且还能更替照片，当然价格肯定会贵不少。”多里安轻轻颔首，无声吐了口气，一边让福尔斯坐下，一边拉过椅子道：“你在信里说，贝克兰德的一个非凡者聚会里，有人悬赏寻找亚伯拉罕家族的直系后裔，目标是获得门先生的情报。”“是的，老师。”福尔斯说着毫无疑问的真话，我本身并不了解那个家族，所以想着询问您，看您是否清楚他只隐瞒了2点，一是那个非凡者聚会叫塔罗会，二是自己早就知道老师是亚伯拉罕家族的一员。多里安坐了下去，端起白釉瓷茶杯喝了一口，表面很是平静的问道：“悬赏者是谁？”“我不知道，只确定是一位女士，她有遮掩容貌啊，她实力应该很强，背后势力也不弱。”福尔斯描述着自己心里的隐者女士。他没说的是，对方和神秘女王贝尔纳代关系不浅。多里安·格雷沉吟了几秒道：“我了解的情况也不多，只知道门先生应该是亚伯拉罕家族的先祖，在四皇之战里失踪，你可以用这个消息换取一些赏金。门先生是亚伯拉罕家族的先祖，让亚伯拉罕家族受到满月诅咒。这么多年来失控了数不清成员的门先生，竟然是亚伯拉罕家族的先祖。”福尔斯听得震惊不已。早就从愚者先生那里了解到一点亚伯拉罕家族问题的他，不敢相信造成这一切的竟然是血脉的源头。门先生不清楚自己行为的后果吗？福尔斯无声自语，眉头不自觉皱了起来。多里安·格雷注意到学生的异常反应，略感疑惑的问道：“这有什么问题吗？”“糟糕，刚才没能掩饰住表情。”福尔斯斟酌了下道：“我只是不理解，上千年过去，除了亚伯拉罕家族的直系后裔，还有谁会想获得门先生的情报？又有什么目的？也许是想找回门先生。啊，对，神秘女王是罗塞尔大帝的女儿，而罗塞尔大帝的日记里有出现门先生，所以这位女王想找到门先生，探求当年的真相，很正常。不过，门先生失踪于四皇之战，与罗塞尔大帝时期隔了1000多年，怎么会联系在一起？难道罗塞尔大帝也能听见满月一语？我记得愚者先生曾经调侃过门先生，说他也许是在呼救。如果这是真的，真是。作为一名作家，福尔斯一时竟找不到语言来形容自己现在的感受。多里安则露出一抹苦笑道：“很显然，我也在疑惑这个问题。如果你能找到答案，记得告诉我。”福尔斯没再纠结这件事情，害怕被多里安·格雷发现疑点，转而问道：“老师，您怎么突然来贝克兰德了？”多里安笑了笑，拿出根香烟，凑到鼻端嗅了一口，却未点燃道：“刚好有些事情需要到贝克兰德处理，顺便检查下你消化的进度。其实
他是被福尔斯信里转述的消息惊到了，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还会有人打听门先生的事情。要知道，亚伯拉罕家族内部都基本放弃了这方面的尝试，只有他自己还在坚持，主动的教导学生。而这也让他想起了家族内部流传的一个预言，说亚伯拉罕们会越来越接近毁灭。他将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了一起，忙赶来贝克兰德，确认学生的情况，希望他能尽快获得晋升，为亚伯拉罕家族保留一丝希望。刚掌握星象学的各种知识，福尔斯有点心虚的回应道，因为前段时间缺钱，他还没有买占星人需要的高级水晶球。为了不继续这个话题，福尔斯转而向多里安·格雷请教起占星人的扮演守则，获得了占星并非万能等提点。临到末尾，福尔斯望了眼旁边的深棕色行李箱道，老师，还有件事情。什么事情？多里安向后靠住椅背，悠闲地喝了口红茶。福尔斯按照早已打好的副稿道，知道路易斯·维恩曾经背叛过组织，给你们造成了很大伤害后，我就一直想找到他，为你们报仇，放弃这个想法。多里安一下坐直，哪怕你有莱曼诺的旅行笔记，也肯定赢不了他，更别说击杀他了。你的心意让我很欣慰，但你没有必要冒险，单纯靠我肯定不行。福尔斯无声嘀咕了一句，直接说道，我认识一位非常厉害的赏金猎人，之前花了差不多1万金镑的代价请他帮忙，他没法估算自己付出的究竟值多少，所以用了之前奥黛丽小姐委托刺杀英蒂斯大使的开价。那可能是骗子，路易斯·维恩大概率是旅行家，而且还有极光会势力的支撑。多里安正要指出莫哪位赏金猎人会是路易斯·维恩的对手，就听见学生说道，他已经成功了，可……嗨，多里安一下被自己的唾液呛到，咳得仿佛要撕裂肺部，他手中的茶杯猛地掉落，直奔地面，但却变戏法一样弹了起来，稳稳坐到了茶几上。他把路易斯·维恩的脑袋给我了福尔斯提过深棕色行李箱，将它打开，取出了里面包裹着报纸的球状事物。随着报纸一点点展开，多里安看见了那张自己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面孔。与袭击亚伯拉罕家族总部时相比，路易斯·维恩脸上的得意笑容已消失不见，头部布满裂缝，似乎由一块块碎片粘连而成，狰狞、痛苦、绝望。作为一名占星人，多里安·格雷的灵性直觉毫无疑问地告诉他，这就是路易斯·维恩的脑袋。好，很好。多里安略显激动的低声自语了几句，抬头望向学生，那位赏金猎人是谁？我无法想象贝克兰德的赏金猎人里藏着这么厉害的强者。福尔斯斟酌了下道，格尔曼斯帕罗第55章多里安的告诫。格尔曼斯帕罗，多里安听得额头血管一跳，双手不由自主握住，身体竟莫名有了点紧绷。身在普利兹港的他，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对海上的各种传闻都比贝克兰德依靠看报纸了解的市民们清楚。最近几个月来，他总是能从不同的渠道听说格尔曼斯帕罗的事情，从击杀钢铁麦维提开始，一直到重创疾病中将特雷茜，成功狩猎血之上将塞尼奥尔，而这些故事自带疯狂的色彩。他离开大海，来到贝克兰德了，而且不改疯狂特质。多里安隐去内心下意识间升起的恐惧和戒备，看着自家学生，沉声说道，以后少联络这个赏金猎人，他总有一天会惹出大事的，而且不会太久。老师果然经验丰富，眼光毒辣，一下就看穿了世界先生的本质。可惜我已经是塔罗会的一员，没有办法不联络。福尔斯调整状态，诚恳点头，是。老师多里安平复了下情绪，又深深的看了一眼过去的学生，现在的仇人路易斯·维恩。不过这位旅行家已不能开口，就连灵性都没有残存一点。沉默几秒，多里安向后微靠，望向福尔斯道，你刚才说支付了1万镑作为赏金。他并不清楚福尔斯的财政情况，只知道这位学生是畅销小说作家，应该有不少稿酬，而且平时混的几个非凡者圈子似乎也还不错，总是有高报酬的交易，所以能攒下1万镑存款不是什么太让人震惊、太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情。福尔斯略显心虚的动了动身体道，溢价太多了。他故意用这个反问来掩饰自身虚报价格的事实，以此显得在类似方面没什么经验。多里安摇了摇头，不是太廉价了，廉价到我都忍不住怀疑格尔曼斯帕罗有另外的目的。作为屡受打击的亚伯拉罕家族的一员，他总是保持着相当高的警惕。用各种俱乐部、各种聚会的专业术语来说，这叫会员价。福
福尔斯腹诽了一句，坦白说道，还有其他的约定，包括路易斯·韦恩身上所有的物品都归属于他，以及提供一些有效的帮助，而且我有承诺，后续他急需现金时，会再补偿大概3000镑，这勉强算合理。多里安轻轻颔首道，正常来说，刺杀有极光会势力支持的路易斯·韦恩，价格至少得3万镑。如果有其他状况，还得加价。世界先生当时动用了莱曼诺旅行笔记上的半神级能力，这应该就是遇上额外情况了。一位极光会的圣者，在塔罗会饱受熏陶的福尔斯对极光会的架构并不陌生，没有掩饰的皱眉道，这么看来确实有点不正常，也许他急着用钱。多里安想了想道，或许他只是更在意路易斯·韦恩的非凡特性，对其他途径的非凡者来说，这可以制作成相当有用的神奇物品，只要他找得到合适的工匠。多里安停顿了2秒，补充道，不需要太在意，之后远离他就行。也许他早就盯上了路易斯·韦恩，正好借助你提供的情报行动，而这样还能有预算外的收入。多里安没继续这个话题，转而从衣物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纯净水晶球，它由新水晶制成，能有效提升你的占星术。窗外光芒照耀间，水晶球浮动出了璀璨的波浪。不等福尔斯开口拒绝，多里安呵呵笑道，路易斯·韦恩是我的仇人，除掉他的报酬应该由我来支付，我暂时没那么多现金，只能用一些物品来抵扣。不需要。福尔斯半真心半违心的摇头道，真心的是，他打算除去路易斯·韦恩时，只是单纯的想帮老师报仇，没考虑过后续可能的奖励。违心的是，他无法拒绝。多里安表情一正道，你想让我愧疚和不安吗？不用担心，你老师我还是有些身家的。福尔斯顺势点头道，好吧。多里安重新露出了笑容，还有，我给你带了记录官的魔药配方，你可以边消化占星人魔药，边搜集相应的材料。呵呵，我会给你其中一件主材料，阿斯曼之脑，其余的就要靠你自己了。阿斯曼是古代传闻里才存在的怪物，形似人类没有保护的大脑，足以塞满一个房间。它不仅可以制造可怕的幻境，还能让攻击它的人死于自己的攻击方式。说话间，多里安拿出一张黄褐色的羊皮纸，递给了福尔斯。福尔斯感激接过，快速浏览了一眼主材料有哪些。完整的阿斯曼之脑一个，古老怨灵的诅咒物，希望能在消化完占星人魔药前搜集到剩余的材料。福尔斯刚卷起羊皮纸，就看见老师多里安从他的行李箱内找出了一个纯金盒子。解除掉灵性之墙，多里安边打开盖子边说道，如果没有黄金隔离，阿斯曼之脑会不间断的影响你，让你产生幻觉，直至精神失常。正方形的盒子内静静摆放着一团灰白色的、有褶皱和凸起的半透明事物，只有路易斯·韦恩脑袋的1/5大小。不愧是历史久远的家族。福尔斯再次诚恳道谢，接过那个纯金方盒，熟练的合拢盖子，用灵性之墙做了封锁。多里安并没有停止，转而找借口让福尔斯稍微避开，自己则布置仪式，召唤出喜欢音乐的虚空生物马尔莫斯，从这个家伙的圆球状身体内取出了2叠文件。之前那3样物品是他受到门先生相关消息惊吓后就准备给福尔斯的，所以提前放在了身边。这是2栋贝克兰德的房产，一个在希尔斯顿区，一个在乔伍德区，地段都还不错，总价应该有6500镑，你能卖多少都归你。多里安笑着说道，亚伯拉罕家族虽然已经破落，但作为曾经的天使家族，有着漫长历史的家族，还是有不少存货的，其中包括土地、林场、房产、庄园和矿藏。不过多里安只执掌着其中一部分，剩下的多数归属于各个小家庭。我现在租住的那栋房屋市价2500镑，区域还行，地段一般。老师今天给的东西加起来真的有1万镑的样子了。福尔斯忍不住在心里感慨了一声。圣丰大教堂内，深蓝主祭雷达尔瓦伦丁看着对面的代法者直视道，有什么结果了？这位新任的贝克兰德大主教是个气势惊人的中年男子，头发深蓝而圆粗，耳垂较大，眼眸似乎时刻蕴藏着闪电和风暴。站在他桌前的代法者执事是个精瘦的中年男子，戴着改良型的船长帽，外表没什么特点，只脖子处有一个毛形的青黑色纹身。这位先生恭敬地回答道，阁下，我们已经抓到了几个参加那聚会的人员，可他们并不清楚其他人是谁，更别说刺杀 X 先生那位的身份。根据他们的描述，袭击者身高在1.6米左右，大概率是女性，
不排除矮个男人的可能。雷达尔按捺住怒气道：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做？而1.6米左右的女性相当常见，我们的计划是表面放松警戒，只盯住几个可疑的目标，并转化抓住的人员为线人。在没有我们压迫的情况下，极光会那群疯子肯定会主动的寻找凶手。TX 先生报仇，他们应该有大致的排查范围，这样一来，我们不仅能找到刺杀者，还能反向发现极光会的线索。精瘦的中年男子详细解释了一下。雷达尔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道：罗伊，你们行动的时候记得申请1分级封印物。现场的情况表明，极光会在贝克兰德至少有位圣者，而那个刺杀者的实力也比正常的序列5强，背后同样有半神。遵命。枢机主教阁下。罗伊·威灵顿握右拳击左胸道：道恩，你总是超乎我预料，这才多久就已经完成了《夜之启示录》智慧书部分的学习。圣塞摩尔教堂内，埃莱克特拉主教合拢手中的圣典，笑着对面前鬓角斑白蓝眼深邃的虔诚富翁道。克莱恩笑笑道：这是一名信徒应该做到的。接下来是圣者书信部分的学习。是的，你打算从哪位圣者开始？埃莱克特拉主教问道。克莱恩左右看了一眼，轻笑道：就圣塞摩尔吧。埃莱克特拉主教对此并不意外，认真介绍道：圣塞摩尔是第4纪特伦索斯特帝国时期教会在贝克兰德的大主教，对女神信仰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生前就进入神国，成为了天使。他边说边翻到了相应的圣者书信。就在这时，克莱恩的灵感忽有触动，只觉楼上有深沉的恶意和邪念瞬间张扬开来，紧接着冰凉幽邃的感觉从地底延伸而出，抚平了一切，教堂又恢复了先前的宁静。埃莱克特拉主教从呆愣中回神，对眼前什么都没有察觉的道恩唐泰斯道：不好意思，刚才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